我们不是要去血魂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我想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凶手是谁啊？知道了也不说一声。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哎，阿软，你不好奇吗？我师父说，做人不能太为难自己，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想。哎，包公子回来了。哎，东西呢？我等已将其寻回，学生先安置妥当。待将军用过饭后，我们一验便知。也好。本少侠已在此跟我多时了。保拯，你说他就是幕后真凶？回将军，正是。好，除非你有凭空消失的本领，否则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你如实招来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娘？沈公子，真的是你？我故意说那枚指环可验明凶手真身，便料想你会提前动身劫取证物。如此粗陋的陷阱，复杂还是粗陋，管用就行。这陷阱对别人来说未必管用，你却一定会上当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在这儿，都是他一手谋划。虽说一切并非天衣无缝，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露出破绽。但就在一切即将完美落幕之时，却突然出现一件超出他掌控的事。白骨指环极有可能令他的谋划功亏一篑，终是让他忍不住铤而走险。他一手策划？等等，你先说清此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何要连杀数人？沈寒曾在无意中念过2句诗：“江村摇落赞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”江村摇落赞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而这句诗的后4句正是：“书尘寒雁云边影，梦绕清源月下愁。念我故人劳碌久，不如头老卧沧州。”他的秘密尽在这几句诗里了。什么意思？若将这4句诗变换曲解，便是沈寒雁疏影，圆梦绕月愁。我念故人久，
老部卧沧州。只有沈寒2个字听得懂，其他都没听明白。晏书及书信在此案中可指匿名信。袁，便是家在沧州的翰林学士袁大人，包拯额间挂月即是月。简而言之，他寄匿名信的目的，便是引包拯去解开袁大人被杀一案。学生斗胆猜测，沈寒应该正是袁大人的公子吧？他曾一心念着抢亲，只不过他想抢的亲并不是亲事，而是父亲。好，仅凭4句诗就想将我定罪，这未免也太牵强了吧？沈公子稍安勿躁，正话才刚刚开始。自我入住无极客栈之后，共收凶手6封匿名信。沈寒虽谨小慎微地掩藏自己的笔迹，但他却在给何二题字时暴露真迹。这2幅字虽看似不同，但都骨力坚挺，颇有神采。转折收尾处，锋芒毕露，实为一人所述。可是他既有心杀人，却又引你们过来破案，岂不是很矛盾吗？因为他需要有人出面查出20年前的一桩旧事，揭开杜贤的真面目，还枉死者一个公道。什么真面目？他之所以连环作案，一方面是为了替袁大人报仇，另一方面就是要将丹峰白鹿组织一网打尽。20年前，杜贤联合胡掌柜、孟达亨与水仪，背信弃主，取代媚丹峰成为暗杀组织的头目。此后，他又集合了无涯和江玉湖，以血魂林为据点，行荼毒之事。不可能，我娘怎么可能会是暗杀组织的人？其实水仪本是同谋，曾进行暗杀之事。她正是20年前闻名江湖的滴水观音。无涯遇害时，他和你在一起，他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早在我等踏入血魂林之前，你已将赏金榜的事透露给了无涯。无涯为了查出发榜之人，便伪装成我捷足先登到达客栈，却不料中了你的圈套。沈兄，包兄，我刚刚看到包兄还在河边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在我前面回来了？在下一直在客栈，并未去过什么河边。那就奇怪了，我方才看到一个长得和包兄一模一样的书生正往客栈走来，莫非是我看错了？可他就叫包拯啊。包拯？是啊，天底下只有一个头顶月牙的包拯啊，所以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对，看错了。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杜贤遇害时，我刚回房间，如何能异地杀人？对啊，杜大人被杀的前一刻，我们正在回廊闲聊，他既未去过杜大人的房间，也没有作案时间啊。小兄弟，哎，都看谁呢？我没有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而且我明明看到，他是在我之前进入杜贤房间。当时惨叫声响彻客栈之时，杜大人已经被凶手杀害了。沈寒率先进入杜大人房间，一来是为了排除嫌疑，二来是为了混淆案发房间中弥漫的酒气。其实你杀死杜大人的方式很简单，只用了一个黄胖、一根细绳和封魂白骨砂。他与我换房间，也不是因为怕鬼，而是为了便于杀杜大人。记住，取你性命的不是我，也不是封魂白骨砂，而是媚丹峰。之后，沈寒从房中出来，看似与展昭闲聊，实则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我们从杜大人房间中听到的那声鬼嚎，正是肖壮黄胖发出的声音。那东西叫是能叫，可即使被砸坏了，还是会有残留物落在案发现场。阿软，把你那个黄胖给我。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啊，这好像是我在杜大人房里捡到的那根红绳。这个黄胖早已经坏了，但其中装置仍然可以发声。那天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，沈寒先检查了地上的茶水。
是茶水，不是酒水，小心有毒！客栈之中有黄胖的也不止我一人啊！就算是我先行检查了地上的茶水，也不能证明就是我取走了黄胖的残物啊！况且，凡是身手敏捷者，皆可进入杜大人的房间。不错，黄胖易得，但细绳难寻。那根牵动黄胖的绳子，唯你独有。那根我用来戏弄公孙策的细绳，正是沈寒的作案工具。正是，你用细绳将我绊倒后，误打误撞地暴露了作案的工具，但很快就被沈寒看在了眼里。我去拿药箱，诊治胡掌柜。我和你一起。你，南姑娘，这绳子你还要吗？后来，当我们去询问胡掌柜细绳的主人时，又被住在胡掌柜房间上一层的沈寒听进了耳中。他们住在上下层，应该听不见吧？若是有心，怎会听不见？事后我们在沈寒房中，当要为他清洗茶杯时，我发现有一只杯子的沿口是脏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用茶杯传声。不错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啊，好的，包公子。所以胡掌柜早就想起那根细绳是从沈寒房里捡到的，并勒索沈寒。其实区区一根绳子，并不能证明谁一定就是杀人凶手。但假如胡掌柜嚷嚷出去，我们的目光被吸引到他身上，由此顺藤摸瓜，恐怕很快就能查出真相。于是沈寒先假装答应给胡掌柜一笔钱，并和他约定在酒窖见面，随后将其杀害。胡掌柜，你总算来了，钱呢？你放心，我拿了钱就走，绝不饶你好事。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，钱多的是，回头收你！如果是我杀了胡掌柜，必会知道酒中已掺了风魂白骨沙，何必明知故也，自取灭亡呢？人不受害，受害必真。你若是不施苦肉计，又怎能将自己置身事外呢？你明明知道那是毒酒，却偏偏将其饮下，以致毒发。不疯魔不成活，唐哉黄哉，你要的就是一个荒唐。凡是中了风魂白骨沙的人，非疯即傻，为何他现在的神智依然清醒？那是因为，在他饮下毒酒之前，早已木药欲自救。若不是我和展昭走错了房间，恐怕也不会赶巧钻了这个空子。公孙大哥，鬼头鬼脑偷窥人家沐浴干嘛？你就不怕长针眼啊？我是来找公孙大哥的，谁成想你在这血洗啊你！这是驱邪避鬼的神玉，灵着呢，你找人一边找去。我已检查过残留的药汁，虽不能驱除剧毒，它却可以清神醒脑。他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已中毒，故意向我们露出伤臂，看似无意，却有意。啊！一夜之间已经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穆夫人要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哎，
胡掌柜死后，他假扮疯癫之状，逼何二进入地窖，让我们发现了与凌云有关的熔炉，同时又引我们识获了开启迷迭香的秘药。我那时已然昏厥，如何确保你们不是向酒窖原路返回，而是一反其道，从偏门寻获毒药？此前上官将军听见胡掌柜和水姨在窖中密谈，你只要将口风透给水姨，水姨定会为了自保，用黄风杖堵住我们的来路。不，黄风杖。只是他尚不知晓，孟达亨死后，他将丧命于酒窖之下。如果凶手不是江玉湖，那水姨生前为什么要念胡子啊？那时水姨已七夕奄奄，念不出此字，只能念出胡须的胡。其实他想告诉我们，凶手是留有髭须的人，而此人正是沈寒。他料到水姨等人会破解白骨指环的谜团，于是先将江玉湖引向血魂林，随后趁水姨潜入地窖时掠杀夺命。当时何二只顾着寻找江玉湖，却忽视沈寒也不在房中。滴水观音。沈寒对每个死者的脾性都了如指掌。孟达亨心中有鬼且胆子小，他故意用媚丹峰来刺激孟达亨走为上计，水路不通，便笃定孟达亨会逃往血魂林中，随后触击落井。魑魅未解，丹枫意。魂归白鹿，无终极。他又将同样的法子用在了江玉湖身上。江玉湖有前车之鉴，便逃进了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林中。他先被风魂白骨鲨袭击，本已奄奄一息，而后又被南天竺出手所伤，待他逃进山洞，终于气绝而亡。我们曾在山洞里发现了不少蝙蝠尸体，却只遇见过一只蝙蝠，所以我推测，那儿原来有不少蝙蝠。但最近沈寒为了在血魂林布设陷阱，几乎将它们清空了。我们住的房间也不是真闹鬼吧？那声音是怎么回事？
这家客栈确有闹鬼传闻，所以沈寒以此为借口和公孙策换房间。即便被戳穿，他也大可说是听差了而已。而我们房间的闹鬼声音，则源于楼下迷迭香机关的兽头。什么意思啊？兽头后方的墙体一直延伸到杜贤的房间，而沈寒窗外的附近处却恰巧有不少踩踏的痕迹。实际上，近几日他应该是一直趁人不备，往返于他和杜贤的房中。我们听见的闹鬼声，正是他布置迷迭香机关时发出的声音。1个月前，胡掌柜曾重修客栈，我想你应该就是在那时混进客栈，将机关打通的吧。一切尽是你的猜测，侃侃而谈中无一样铁证。沈公子忘了，你身上的滴水诀就是如山铁证，它既能救你，也能害你。马上将滴水诀呈给本将军，免得临了了，再落得你父亲的下场。呈给你？休想！如果你有一点良心，就把滴水诀交出来，救南姐姐一命。我就算死，也要为我娘报仇，让你血债血偿！能不能？我就知道你没这个本事。他们不是要杀了南姐姐？哎！南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感觉如何？现在好多了。在我们过湖的船舶，原本是你的人。你明明能在得到滴水诀以后逃之夭夭，却终日留在这没走。我若走了，有谁救南姑娘？飞蛾扑火时，不见得不知道前方是火还是光。其实后果如何，他都知道。你何必因为敌人燃起了一把火，也要将自己烧死？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也要永远不再有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退
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步不平少年郎。